一位美国总统在白日之下遇刺身亡，几十年后，成千上万页档案解密，里面竟藏着外星人与飞碟的线索。这听起来像是电影情节，但却是真实历史中的扑朔迷离一幕。1963年11月22日中午时分，美国德州达拉斯阳光灿烂，肯尼迪总统坐在敞篷林肯汽车里，微笑着向街道两旁的民众挥手。就在这时，一串清脆的枪声突然响起，总统身体一震，随即倒向夫人杰奎琳的怀中，汽车陷入一片混乱。子弹撕裂空气的刹那，历史的轨迹就此改变，全美陷入震惊与哀痛。不到1小时，副总统约翰逊在空军1号上紧急宣誓就任总统，而此时警方已锁定一名嫌疑人，24岁的里奥斯·瓦尔德。2天后，当人们还在等待审判揭开动机时，更惊人的一幕发生了。一名夜总会老板杰克·卢比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开枪击毙了押送中的奥斯瓦尔德。至此，唯一知晓内情的嫌犯沉没在墓穴中，肯尼迪遇刺案成了一桩没有审判就匆匆落幕的悬案。为了平息众怒，美国政府迅速成立了一个由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领导的总统遇刺调查委员会，展开全面调查。隔年，沃伦委员会提交了长达数百页的报告，结论让许多人跌破眼镜。沃伦报告断定，奥斯瓦尔德单独行凶，没有同谋，也没有证据显示国内外任何组织参与其中。报告甚至提出，现场那颗杀伤总统的致命子弹在穿过肯尼迪和州长约翰·康纳利的身体后依然完好无损，仿佛魔术一般。这就是著名的单一子弹理论。官方认定案件是一名疯狂刺客的孤狼行动，案件似乎可以画上句点。然而，公众的质疑声却从未停止。许多人不相信一切会如此简单。那颗近乎魔幻的子弹如何能改变方向，连续造成人体多处伤害？超过半数的目击者声称听到了不同方向传来的枪声，有人指向前方草坪的小丘，有人则坚称枪声来自后方的仓库大楼。达拉斯当日的现场证词错综复杂，如同一场罗生门。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为何奥斯瓦尔德会在警方拘押下遭人灭口？这看起来不像巧合，更像是为了永远堵上他的嘴。种种疑点汇聚，肯尼迪遇刺案迅速催生出无数阴谋论，成为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谜团之一。阴谋论的版本五花八门，有人怀疑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肯尼迪心怀不满，下手除掉了他，因为肯尼迪在猪湾事件后曾扬言要整顿甚至肢解 CIA。 也有人指控是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报复美国对他的多次暗杀，企图利用支持古巴的奥斯瓦尔德作为刺客。另一些说法则将黑手党、军工复合体乃至副总统约翰逊都卷入其中，几乎每个可能的对手都被怀疑过。整起事件被描绘成一场精心策划的政变。这些说法虽各不相同，但共同点是，他们都不相信奥斯瓦尔德是一个人完成了这一切。面对满天飞的质疑，官方虽一再坚称没有阴谋，但暗流难平。1976年，国会成立众议院特别委员会，重新调查肯尼迪遇刺。1979年的最终报告得出惊人结论，认为根据录音分析，当天可能有第二名枪手埋伏，肯尼迪很可能死于一起阴谋。这几乎推翻了沃伦委员会的定论，但由于缺乏进一步确凿证据，司法部并未采取行动，真相依旧石沉大海，而大量调查资料则再度尘封起来。冷战的背景让这起暗杀更显复杂。美方情报部门曾怀疑苏联或古巴涉案，一度调查奥斯瓦尔德与克里姆林宫的联系。毕竟奥斯瓦尔德曾经叛逃苏联，娶了苏联妻子，又在反美后积极支持古巴共产政权。然而，另一方面，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事后却不相信。美方的孤狼说，他私下对美国访客表示，美国极右势力很可能参与了阴谋，甚至暗示新上任的总统约翰逊知情。赫鲁晓夫直言不相信奥斯瓦尔德和卢比只是两个偶然的狂人，并质疑美国的安全部门不可能如此无能，让总统死于一人之手。连对手阵营的首脑都觉得此事蹊跷难解，
肯尼迪之死的背后，仿佛笼罩着一团跨国阴影。在官方结论与民间质疑的拉锯中，许多关键档案被长期封存起来。沃伦委员会的调查材料、CIA 和 FBI 的情报报告，以及后续国会调查的记录，绝大部分都进了国家档案馆的机密库。以国家安全和保护情报来源为由，政府没有对外公布这些文件。岁月流逝，档案依旧紧锁，真相的缺口反而助长了阴谋论的滋长。一晃20年过去，对真相的不满再次酝酿成风潮。1991年，电影导演奥利弗·斯通推出了他的力作《刺杀肯尼迪》，大胆质疑官方说辞，暗示政府高层涉案。这部电影在社会上引发强烈震撼，公众纷纷要求政府公开档案。面对压力，国会终于在1992年通过了肯尼迪遇刺档案法，规定所有相关档案需在2017年前解密完毕，除非总统批准延后。时间快进到2017年，约翰·肯尼迪遇刺整整54年后，根据法律要求，最后一批机密档案的公开期限已至。时任总统唐纳·川普是一位特立独行且善于抓住眼球的人物，他在竞选期间就曾表示支持解密肯尼迪遇刺案的秘密。如今机会来临，川普表现出踊跃的姿态，他宣称人们等待这些档案已经等了太久，现在终于是时候了。2017年10月，白宫宣布解密大批肯尼迪遇刺调查文件，总数约有8万页之多。川普对外表示自己是言出必行，这次终于履行了承诺。然而，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在最后关头， CIA 和 FBI 等机构仍要求保留部分敏感内容。川普虽然不满，但最终同意给情报机构更多时间审查。因此，当年公布的档案中有极少部分关键名字和细节被涂黑或延后发布。尽管如此，绝大多数文件终于重见天日。历史学者和阴谋论爱好者们如饥似渴地涌向国家档案馆的网站，试图从字里行间找出新发现。海量的档案并没有提供某个惊天动地的全新答案，但其中暗藏的细节足以引人遐想。例如，一份解密的 CIA 备忘录揭示了一个隐藏数十年的名字——鲁本·埃夫隆。这名 CIA 官员曾在肯尼迪遇刺前几个月拦截过奥斯瓦尔德的信件，一直在暗中监视这位前海军陆战队狙击手的动向。奇妙的是，埃夫隆本人竟然也和飞碟有关。原来，早在1955年，埃夫隆陪同美国参议员理查德·罗素乘火车考察苏联时，三人在途中目睹了2枚盘旋天际的奇异飞行物。那是一段神秘的遭遇。这起事件后来被 CIA 归档为飞碟目击报告。多年后公之于众，我们才知道，曾经监视奥斯瓦尔德的情报员竟目睹过不明飞行物。更巧的是，当年与埃夫隆同行的罗素参议员正是沃伦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在1964年，罗素参与询问了奥斯瓦尔德的遗孀玛丽娜，对刺杀案内情了解颇深。这些交织的线索让人不禁疑惑，难道在肯尼迪遇刺的背后还隐藏着与 UFO 相关的离奇插曲？除此之外，解密文件还披露了不少冷战时代的谍报细节。有的文件显示，苏联克格勃在暗杀发生后收到命令，要调查林登·约翰逊是否参与阴谋，因为莫斯科怀疑美国右翼势力策动了这场刺杀以夺权。另一份报告则记录，苏联领袖赫鲁晓夫私下向美国记者表示，他始终不相信奥斯瓦尔德是单独行动。种种情报反映出，当时美苏双方都对这起事件疑云重重，心存猜忌。同样地，几份关于古巴的绝密电报显示，美方在肯尼迪遇刺前后高度戒备卡斯特罗的动向。奥斯瓦尔德曾是亲古巴的激进分子，他在案发前2个月造访墨西哥城，试图进入古巴大使馆，并联系苏联间谍人员。解密资料将这段过去鲜为人知的行程细节补充完整。虽然没有证据显示古巴参与了暗杀，但那个敏感时代，任何与共产阵营的牵连都足以令美国当局神经紧绷。尽管解密档案没有直接证实任何特定阴谋，却提供了许多拼图碎片，让整个故事更加丰富。
情报机构事先知晓奥斯瓦尔德的存在，却未能阻止悲剧，这事实本身就引人深思，是情报失灵，还是另有隐情？文件的曝光一方面证实了政府在60年代确实隐瞒了部分内情，另一方面又没有给出最终答案。这种半揭面纱的状态，反而让人更想探索幕后的真相。正在此时，一个看似无关的元素悄然登场，却让整桩往事更加扑朔迷离。这就是不明飞行物，或者说 UFO。 没错，外星传闻竟然也与肯尼迪遇刺案产生了交集。多年来，一直有一种说法流传，约翰·肯尼迪总统之所以遇刺，可能与他试图了解和公开 UFO 秘密有关。听起来匪夷所思，但随着更多历史档案的解密，这种大胆推测并非毫无根据。肯尼迪本人对 UFO 就有明确的兴趣记录。据后来解密的文件显示，在遇刺前仅10天，也就是1963年11月12日，肯尼迪总统曾向 CIA 局长和 NASA 局长各发出一封备忘录。在给 CIA 的文件中，他要求获取所有关于不明飞行物的高级机密档案。他表示，由于和苏联的紧张局势，必须区分空中的未知物体究竟是苏联的威胁还是真正的外星来客，以防误判。同日，他给 NASA 的信则提议美苏进行太空领域合作，包括共享 UFO 情报，好共同应对可能的外太空未知现象。这2封信后来在21世纪初解密，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因为人们发现肯尼迪总统在死前几天竟积极地想要探寻 UFO 的真相。如果说肯尼迪对 UFO 的兴趣还属正常职责考量，那接下来的传闻就更具戏剧性了。有阴谋论者声称，美国情报界内部有一份绝密备忘录，直接把肯尼迪与外星秘密联系到了一起。据称这份文件出自一个绝密项目，里面写道，肯尼迪代号蓝色正在打探我们对外星人的研究，并警告不能让他继续下去。短短一句警告语被解读为对肯尼迪下达的消除令。当然，这份所谓备忘录的真实性无法考证，有人认为它只是伪造的阴谋论素材。但结合肯尼迪死前要求查阅 UFO 资料的事实，许多人愿意相信其中可能暗藏杀机。毕竟，美国政府被指隐瞒 UFO 真相已不是一朝一夕。早在1947年，著名的罗斯威尔事件就让关于军方藏匿外星人的传言满天飞。从那时起，所谓政府掩盖不明飞行物证据的阴谋论便延续至今，整整80年。许多人深信，在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内部确实存在一个高层次的秘密项目，致力于回收研究坠毁的外星飞船残骸，并封锁一切相关消息。在传闻中，这个项目有时被称作 MJ-12 或尊贵12人小组，据说集合了顶尖将领和科学家，直接向白宫报告，却对公众隐瞒一切。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么当年的肯尼迪很可能因为试图揭开禁忌而触怒了这股庞大的黑暗力量。现实中，我们无从证实外星人阴谋与肯尼迪之死是否真的相关。但耐人寻味的是，到了川普执政的年代，2件事都出现了突破口。肯尼迪档案开始解密的同时， UFO 的真相也似乎离揭晓更近了一步。川普本人对 UFO 议题的态度也值得玩味。在他任内，五角大楼突然改口承认，美国军方确有专门项目研究不明空中现象，也就是 UAP。2020年前后，海军多段 UFO 目击影片经官方正式公布，引发全球关注。川普被媒体问及此事时，虽然保持谨慎，但也承认自己对这些现象很有兴趣，还提到曾经收到关于罗斯威尔事件的简报。他话锋一转，卖了个关子，说自己知道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但拒绝透露细节。这无疑吊足了公众胃口。更引人深思的是，川普卸任后不久，就有前情报官员出面爆料，宣称政府长期隐瞒 UFO 证据，甚至拥有飞碟残骸与非人类生物的尸体。虽然这些说法尚未得到实锤证明，但美国国会已经开始正式关注。2023年，一场公开听证会上，多位军方和情报界人士作证，要求政府公开所有 UFO 档案。参议院多名重量级议员也推动立法，试图复制当年肯尼迪档案法的模式。
来强制解密有关 UAP 的不明现象档案。80年过去了，外星真相的盖头可能真的要被揭开一角。当肯尼迪档案与 UFO 档案这两条长久的谜团线索在时间长河中逐渐交织，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政府与真相的关系。过去许多官方否认的事情，最终被证明隐瞒良久，这让公众对权威说法的信任度一次次受到打击。今天是肯尼迪遇刺档案明朗化，明天也许就会有别的秘闻浮出水面。这种情况让阴谋论不再只是边缘人的狂想，有时反而像是预言般被验证。对公民而言，政府透明度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历史重大事件的真相在几十年后才姗姗来迟，那在等待的岁月里，社会将滋生多少怀疑和不安。当然，政府的难处也可以想见。情报机密事关国家安全，有些东西过早公开，可能危及现役的特工、线人安全，或暴露国防弱点。在冷战高峰期，缄默是战略的一部分。就像当年如果承认 UFO 的存在，可能会引发公众恐慌，或者让苏联摸清美方侦测能力的底细。但问题在于，短暂的隐瞒可以理解，长达几十年的守口如瓶则会变质。当政府部门习惯于把真相锁起来，公民与执政者之间的信任裂痕就会越拉越大。肯尼迪遇刺档案的解密，以及 UFO 传闻的逐步证实，正在改变人们对政府透明度、国家安全与科学探索的看法。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历史疑案应该及早公开，让全民检验。科学未知，也不应由少数人独享资讯。也有人担心，过度揭露会不会削弱政府的权威，甚至动摇社会稳定。或许正因为如此，现实中的解密往往是缓慢而谨慎的，今天一点，明天一点，逐渐让真相浮出水面，又不至于引发剧烈震荡。有评论者将之比喻为渐进式揭露，就像导演吊着观众的胃口，让真相以连续剧的方式一集集揭晓。无论如何，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谜团逐渐开启的时代。那尘封多年的8万页档案，仿佛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尘封已久的大门。门后的走廊幽深曲折，尽头的真相仍隐隐未现。肯尼迪遇刺案是否另有主使？外星文明是否早已造访地球？政府究竟还隐藏了多少秘闻？这些问题或许不会马上有答案，但档案的解密给了我们思考和探索的机会。历史的悬疑剧仍在继续，而我们每一个关心真相的人，都是这场追寻中的一员。也许多年后回首再看，我们会庆幸曾经勇敢的质疑、追问，最终逼近真相的一刻。那时回望今天，这8万页解密文件会是拼图中关键的一块吗？或者他们只是揭开更大谜团的序幕？真相究竟如何？也许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答案。而在此之前，悬疑的剧情仍将继续上演，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去追寻与思考。